各位网友好，玩书走天涯，走进历史，走出现实。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过联省自治的小政府的管理模式，它的推行人就是当年和孙中山分庭抗礼过的极有争议的人物陈炯明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近代史上虽昙花一现，但却有着警示后人作用的一段人和事。在一般人的印象里，陈炯明是个军阀，而且背叛革命，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，是革命的叛徒。然而，只要我们进入历史，走进那个真实的陈炯明，却会看到他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该被遗忘的重要人物。陈炯明于1878年出生于广东海丰，原名节，字占之，又字敬纯。陈炯明出生的当天，恰逢其父陈锡廷乡试中榜的捷报到了，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杰。陈炯明3岁时自幼顽劣异常，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，发奋苦学，且温文有礼。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，成为一个书生。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，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，维新思想革命的风潮正在广东流行。受新思潮的影响，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，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，成为第一届学员。2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。1909年毕业以后，陈炯明任广东知议局议员，提出了革除衙署疾弊案、废除就地正法案、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、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。这些提案显示出陈炯明的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，自治也成为他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。1909年，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。1911年3月，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。1913年，陈炯明参加2次革命失败。陈炯明流亡到了新加坡，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，并要求党员画甲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。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他对孙中山的不从，他拒绝宣誓效忠，参加中华革命党。1916年，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，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，任闽粤军总司令，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、汀州等地，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。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，陈炯明开始了他的自治实验，那是中国10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乌托邦。陈炯明在流亡香港期间，他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，就是信安纳奇主义的刘师傅。安纳奇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，它的宗旨是无政府、无宗教、无家庭，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，老有所养，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，没有贫穷，也没有剥削。那么刘师傅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，也成为他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。在刘师傅的影响下，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、联省、联邦的3大步骤。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是围绕这3大步骤相关的。在闽南26县的这个小小的闽南的护法区，陈炯明究竟做了什么呢？2008年的国家历史杂志比较集中的整理了陈炯明施政的内容，先抄录如下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，第一条4车道石板马路，第一个现代公园，第一片城乡公路网，第一家银行，还建设了平民工艺厂、迎宾大旅馆。在公园的门口竖立着高大的石牌上面写着博爱、自由、平等、互助。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，做到了一乡一校。他禁绝了私塾，设立师范学校、普通中学、工读学校、平民夜校、妇女家政讲习所。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、女子工读学校，当年就设立夜间的学校90余所。
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，闽新半周刊和闽新日刊出现了，闽南新报、闽风周刊、军事日报、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。陈炯明在闽新发刊词里写，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、旧组织，直向进化线上，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、新组织，达到无国界、无种界、无人我界的境地。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的人才，帮他一起办教育，并在筹办大学。1920年，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，陈氏实行各种市政改革，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，但成效极佳，结果人民都感满意，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，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。陈炯明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漳州的这个宽广的公路啊，良好的治安啊，公园、公共菜市场、屠宰场、河堤以及这个漳厦的公路。在陈炯明的这个卓越的努力下，漳州成为全国的首善之区，闽南的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，被当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。陈炯明也声名远播，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，也成为广东百姓的翘首盼望的救星。因此，陈炯明才能够以弱胜强，一举荡平广东全境。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，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，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。他在全省92个县推行了这个自治，到了1921年，全省各县推行民选的县长、县议员完成。广东省议会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，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陈炯明还邀请共党领袖陈独秀到广东主持这个教育全局，创办这个公办学校，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。1921年，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，就是广州市，并设立了财政、公安、公务、教育、公用和卫生局长。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、第一公园、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、美术学校，举办这个体育运动会、美术展览，安装马路电灯，还建筑了新式的住宅小区，每年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、疏通沟渠，还挨家挨户的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。广东全省总工会成立了，广东经济调查局成立了，股票交易所成立了。陈炯明还颁发了禁烟令，让广州数十年来的烟赌大害绝迹，让人目不暇接的新政，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、最民主的省份。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，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、胡适、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。陈炯明以他的践行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转化为了现实成果。我们小结一下陈炯明，他毕业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，在清末新政时期曾经当选广东议员，经历过县运动的洗礼立县运动洗礼，的确不同于拿起菜刀和梭镖起家的武夫。他在黄花岗起义中充当过敢死队第4队的队长，辛亥革命爆发后策划了广东起义和独立，是革命元勋。后来主政广东，推行地方自治，实现了这个民选选长，在政治改革方面卓有成效。他禁烟禁赌，改革教育，发展经济，提倡新文化，一心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模范省。这样一个将军在历史上没有流芳百世反而遗臭万年，原因就是他和孙中山的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根本分歧在什么地方呢？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，表现在各个方面。但是更深刻的分歧在于陈炯明致力于全联省自治，而孙中山却热衷于全国统一。陈炯明的追求并非孤立的，面对当时的局势，一些人深感统一无望，因而选择了联省自治。这个模式并非没有先例，他的榜样就是美国。美国的独立战争之后，美国经过10多年的各州自治，进而建立了联邦政府。
正因为如此，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，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赞同，南方各省纷纷实行，北方各省也跃跃欲试。在这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广东和湖南。陈炯明是真诚的，他深爱广东，一心在广东保境安民，大办教育，发展经济，实行民治。孙中山虽然身在广东，却只把广东当成革命的根据地，借广东的人力物力准备进行北伐，进而打下全中国。当时的孙中山几乎一无所有，军事上要依靠广东军队，经济上也需要依靠广东财政，所以面对陈炯明的主张，不敢也不好贸然反对，甚至直到当选非常大总统，仍然表示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，制定省县，自选省长，中央分权于各省，各省分权于各县，诸己既分之民国，辅以自治主义相结合，以归于统一，不比穷兵黩武，图苦人民。这是孙中山说的。然而事实上，他对于武力统一早已是急不可耐，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，立即就要北伐。为别人提供根据地是不容易的，不但要出人出钱付出巨大牺牲，而且自身也很危险。伟大的革命家无论多么伟大，都不曾从家里背出银子来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养政府、养军队，供革命家衣食住行，都是当地民众的血汗，所以地方势力与外来的革命家矛盾势必发生。如果革命家有足够的力量，一般会鸠占鹊巢，消灭地方势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。我们再看一看他们矛盾分歧的最后结果。孙中山以护法的名义割据南方，许多做法都使陈炯明不敢认同。首先是召开特别国会，按照总统选举法，总统要由两院选出，出席议员需全部议员的2/3以上。按照当时两院议员的人数，需要580人参加投票。当时在广州的议员只有200余人，如何选举？但孙中山一定要当总统，于是1921年4月7号，非常国会就召开了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。这个大纲不规定总统的任期不设置政府的组织架构，一切政务、军务、内阁任免均由总统说了算。投票的方式更有意思，声称为了以事负责，采取记名投票，也就是说谁赞成谁反对，总统可以一目了然。其次呢，在任任大总统之后，孙中山首先要做的就是讨伐北京政府。为了实现武力统一，他联合东北的张作霖，要对北京南北夹攻。但张作霖的部队只打了几天就大败而逃，这时从南方出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孙中山却执意出兵。这样的战略让陈炯明无法佩服，他开始是消极抵抗，后来更是公开抗命，最后是辞职下野。就在陈炯明下野之后，他的部下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面对陈炯明的消极抵抗，孙中山在1921年10月就曾发誓：我以立誓不与进城共事，我不杀进纯，进纯必杀我，并且把手枪交给了黄大炜，令其刺杀陈炯明。第二个就是邓铿的死亡之谜。1922年的3月21日，陈炯明的亲信邓铿遇刺，2天后身亡。国民党一直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，但也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北伐。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，比喻除之而后快，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，以收杀鸡给猴看的效果。如果这样，陈炯明的部下没有理由不反叛，而且所谓的反叛只是要让孙中山下台，炮轰总统府，也并没有想伤害他，而是想吓跑他。考察当时的情形
要申山下台的并非只是陈炯明的部下，而是包括许多人。原因是在此之前，孙中山曾一再发表宣言，只要北京的徐世昌下台，他将同时下台。结果徐世昌于6月2日宣布辞职之后，他却拒绝下台。蔡元培、胡适、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于6月3号联名致电孙中山，要求他实践诺言。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人心所向，因为孙中山拒绝下台，陈炯明的部下就决定把孙中山赶走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他们只是要把这个大总统吓跑，向总统府开炮，在开炮之前打电话让他得到消息。当然，孙中山一下子就吓跑了。粤军这样做的结果，但却使陈炯明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。我们再看一下陈炯明的晚年和他对他的这个功过是非评说。对于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纲领，陈炯明根本不赞成。他曾批评说，训政之说尤为实当，此属军政时代军政时代的这个口吻，不图党人习而用之以宁武民，试问政为何物？尚待于训耶？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己者，人民不能自治，或不予自治的机会，专靠官僚为之代治，并且为之教训，此种官僚政治、文告政府、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，而未有长足之进步。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？图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，而大小官僚反而及训政之六说阻碍民治之进行。因此，陈炯明的背叛便具有了保卫民主共和的意义。其实，陈炯明最让人感动就是他对民主共和的执着。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从不以攻城略地、打天下为目标。1927年，陈炯明出版了《中国统一刍议》，从这本书可以看到他的政治主张。他说，现在南北两政府已成对峙之局，北之军制，南之党制，皆违反共和原则，压抑全民公义，诸于民主立国根本不得相容。他说，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，犹不在党，此理圣明，何以南北当局死而不悟？非缺乏政治常识，即属倒行逆施，故北方现状民国以来皆然，成为军权无限下的官僚政治；南方现状成为党权无限下的暴民政治。一丘之貉，无所宣制，现状如斯，安能忍而与之终古也？我人为国努力，唯有根据约法之精神，希望以自由代替压制，以秩序代替紊乱，以公平代替强暴，建立民权无限下的良民政治，乃为可久而通也。在共和国受到最后的威胁时，出现过各种卫士，陈炯明显然是一个。国民党人说陈炯明是反革命，此话不错，他曾经是革命者，最后却成为真正的反革命，因为他要守护辛亥革命的成果，守护民主共和的理想。历史学家说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，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，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子。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，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，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，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。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。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，时间总能摸洗出一些真相。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，他的自治理想与实践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人们才发现这又是一个被淹没的辛亥元勋。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，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，为英雄活人杀人，公罪是非，只有千秋青史在。与故交曾一战再战，
觥筹思疑，全凭一寸赤心之。陈炯明晚年蜗居香港寓所，在革命大潮中算是能够保住了性命。1933年9月，陈炯明去世之时，香港《工商日报》评价道：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，中国死了一个好人。按照学者叶曙明新著《中国1927年水煮沉浮》中记载，广州百姓因军阀驻军被盘剥重税，并因罢市抗议被人火烧商铺，大批商人被屠杀。孙中山治下的广州竟然是百姓哀嚎，遭到了全国舆论的讨伐。历史的真相往往令人唏嘘。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，这才是100年的功夫啊！已经有太多的历史被遮蔽、被歪曲，多少杰出人物被忽略、被遗忘、被丑化。华夏的历史总是对失败者过分的刻薄，人民总是会忘记对自己最好的人，而品德高尚的人往往成为失败者。遭此境遇者，千古以来又岂独陈炯明一个人呢？最后，完叔用陈炯明那个白话诗作为本视频的结尾。他的诗现在看起来极具远见卓识，极具洞察力，既点明了当时的一战让欧洲惊魂未定，而更大的二战也在路上。这源于苏俄的共产主义的崛起，而这些正深刻地影响日本和中国，这势必会带来更大的战乱和人类更大的弯路歧途。这首诗值得我们现代人再次的反思历史，不禁扼腕叹息。全诗如下：地中海的风浪平啊，大西洋的风浪又起。起时无数平民哭声高，落时几个帝王卷入波涛去。这场祸水正惊魂甫定了，谁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，东边的大陆，中间的岛国望着潮头，说是早晚必至。